是人類航天史上最瘋狂的降落。一個幾十噸重、正以每小時2萬多公里繞地球飛行的龐然大物，要在沒有主發動機提供動力的情況下，從距離地面幾百公里的太空一路衝進大氣層，最後精準滑到一條只有幾公里長的跑道上，不能懸停，不能重新加速，更沒有正常飛機那樣的復飛機會。而 NASA 不僅做到了，還在30年的航天飛機時代裡完成了整整133次這樣的着陸。那麼問題來了， NASA 到底是怎麼把一架沒有動力的飛機從太空完整滑回地球的？在回答這個問題以前，我們先要知道航天飛機進入太空後到底會幹什麼。航天飛機主要活動在近地軌道，根據不同任務，它的工作高度通常可以覆蓋大約185公里到590公里這一範圍。進入軌道以後，原來的3台主發動機退出工作，軌道調整主要交給尾部的2台 OMS 軌道機動發動機和 RCS 反作用控制推进器。到了這一步，航天飛機才真正從一枚火箭變成了一座可以工作的軌道空間站。它中間有一個大約18米長的巨型貨艙，裡面可以裝衛星、實驗室、空間站艙段，甚至把太空中的大型設備重新帶回地球。貨艙旁邊還有一條長約15米的機械臂，可以把衛星從貨艙裡抓出來，也可以反過來抓住太空中的東西，再把它塞回去。1990年，發現號把哈勃空間望遠鏡直接裝在自己的貨艙裡送進太空。後來哈勃出現主鏡問題以及設備老化， NASA 讓航天飛機飛過去，抓住哈勃，宇航員出艙，直接在太空裡修。整個航天飛機時代一共執行了5次哈勃維修任務。而到了國際空間站時代，航天飛機更像一輛太空重型卡車，它一次次把巨大的空間站艙段、橫架、實驗設備和補給送上軌道，宇航員再通過機械臂和太空行走，把它們一塊一塊安裝起来。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國際空間站，很大一部分結構其實就是航天飛机一車一車拉上去的。而在這些任務結束之後， NASA 要做一件听起來非常危險的事情，故意讓航天飛機掉出軌道。因為航天飛機原本能夠留在太空，是因為它一直都在往地球掉，只是橫向速度太快，每掉下一點，地球表面也正好向下彎走了，於是它不斷墜落，卻永遠撞不到地面。現在只要稍微把速度減一點，原來的軌道就會發生改變，軌道最低點下降，最終直接插進地球大氣層。這時航天飛機仍然接近每小時 2.8 萬公里的速度，但它面對的已經不是太空，而是一堵越來越濃密的牆——空氣。進入大氣層的時候，航天飛機並不是像一架戰鬥機一樣機頭朝前直接扎下來，恰恰相反，它會保持非常高的迎角，在載入最關鍵的高熱階段，典型姿態接近40度迎角。因為這時候 NASA 已經不想讓它飛得更快了。航天飛機寬大的机腹可以制造巨大的空气阻力，把那恐怖的軌道動能一點一點消耗掉。同時，高迎角還能讓最猛烈的熱流集中在專門設計來承受高溫的機腹、機鼻以及機翼前緣區域。於是你會發現，航天飛機從太空返回時，真正的剎車系統不是發動機，不是降落傘，而是靠整個地球的大氣層強行剎車。這時，空氣分子甚至會發生解離和電離，整個飛行器周圍會出現一層發光的高溫氣體。從機艙窗戶向外看，甚至會看到橙紅色、粉紅色的輝光包圍航天飛機。而軌道器表面不同位置所面對的溫度可以達到大約927攝氏度到1600攝氏度。然後航天飛機會在空中左轉，然後又右轉，再左轉，再右轉。整個軌跡就像巨大的 S 型，這正是航天飛機在主動消耗能量。隨着它不斷下降，空氣動力控制面開始逐漸接管，機翼開始真正產生可控制的升力，升降副翼開始工作，方向舵重新有用了。到了這裡，它終於又從一艘宇宙飛船變回了一架飛機。航天飛機進入機場附近以後，依然沒有變得溫柔。普通民航客機正常进的下滑角大約只有3度，航天飛機呢，會達到恐怖的18到20度。原因依然是它不能加油門，所以必須故意帶着非常高的能量來到機場，
眼看跑道越來越近，航天飛機終於會做最後一個非常漂亮的動作——拉平。原本18至20度的陡峭下滑，迅速被拉成只有大約1.5度的最終下滑軌跡。最後起落架放下，主起落架接觸跑道，主輪觸地以後，機頭並不會立刻砸下來。航天飛機還會保持機頭抬起一段時間，利用空氣阻力幫助減速。隨後鼻輪落地，機尾釋放減速傘，再配合輪剎。這台剛剛還以每小時 2.8 萬公里繞地球飛行的航天器，就這樣停在了佛羅里達或者加利福尼亞的一條跑道上。從軌道速度開始下降，到最後215英里每小時觸地，整個過程大約只耗時1小時05分鐘。從技術上看，航天飛機幾乎完成了所有最初看起來不可思議的目標。可問題是，這一切真的值得嗎？2011年7月21日，亞特蘭蒂斯號完成 STS-135號任務，最後一次滑翔降落在肯尼迪航天中心。此後，人類再也沒有讓另一架航天飛機重返太空。